世界卫生组织在官方网站发布的2019年全球自杀状况报告数据显示，全球每年超过70万人死于自杀，每40秒就有1人自杀死亡。时至当前，自杀仍是造成人类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的自杀率在过去20多年呈现出明显下降的趋势。造成自杀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弗洛伊德的心理动力学观点认为，自杀是个体经历巨大心理刺激时激发的内心冲突所导致的一种行为。而从研究数据上来看，自杀发生的原因主要源于家庭关系、婚姻纠纷、人际不和以及精神障碍的问题。大多数自杀者在自杀前的心理活动呈现矛盾状态，他们一方面渴望摆脱生活中的痛苦，一方面又保留着求生欲望。当自杀者产生这种犹豫不决的心态时，实际上也是在向身边的人发出一种求救信号，而这种信号便给自杀危机的干预工作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可一旦自杀者发出的信号被忽视，便极有可能导致无可逆转的后果。他得听我的意见。生命可贵，大众的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如果您发现您或者您身边的人产生了自杀的想法，都应立刻向专业人士寻求帮助。欢迎拨打海事心理援助危机干预中心24小时免费热线82951332。我们将极尽所能为相关人群提供健康咨询、心理支持以及心理援助等服务。说婚纱照太素了不吉利。什么都你妈说，爱拍不拍，不拍算了。哎，亲爱的，我妈说这样不行。你没事吧？赶紧的，赶紧，赶紧。
上次主任不是否决了老杨提出要求投资倾斜 AI 的事情了吗？怎么突然又提出？具体不清楚，不过这一次杨总带着市政官员考察来了。考察？哼，我看是背书吧。哎，对了，贺顿到了吗？早就到了。这个老杨知道自己吃定投资商，不死心啊！哼。你好，这边是海事云开心理救援。我很理解这让你感到很绝望。你能走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吗？你觉得7年的离开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里边呢是我们的热线办公室，我们有24小时监控。主任，丁处长，这位是我们自杀干预中心的部门负责人王老师。啊，丁处长好，你来的刚好。你好，赶快给处长介绍一下。好的。你好，能听见吗？你好，我这边是海事云开心理救援中心，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我想跳楼。你现在在哪里呢？你们不用来找我了。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必须要确认一下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否安全。我在楼顶。楼顶，在楼顶的哪个位置？能在哪儿？要跳楼的人在哪儿都危险。你好，我是中国心理学会的心理咨询师，请您相信我有足够的专业能力可以帮到你。您给我打这通电话是想咨询哪方面的求助呢？我想自杀。是什么原因呢？我不想输。那为什么会选择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呢？我跟别人吵架了，但是话说起来很长。没关系，我有足够的耐心，并且想听你说下去。为什么第一遍问的时候他说不想回答，问他第二遍就回答了呢？丁处长，这就是我们 AI 智能分析技术的优势了。如果刚刚由我们的算法对来访者的声音进行情绪化分析，那就能够迅速地判断出从哪个问题着手是最合适的。丁处长，是这样，第一次问原因不回答很正常，因为来访者在来电之前可能预设到我们会问这样的问题，从而开启心理防御机制。第二个问题，为什么选今天？那为什么会选择在今天这个时间？其实呢，是一个问题。但是咨询师增加了一层设问逻辑，当来访者进入逻辑思考的时候，就会降低情绪化，无意中就瓦解了自己的心理防御机制。听你的声音应该还不到20岁吧？如果我有个弟弟妹妹，他们也许会遇到你这种无助的情况。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可以倾听他们，也许会好受的很多。你说对吗？你有时间吗？我们的热线是24小时的，我有充足的时间。不过在此之前，你需要走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这样我们保持通话，才可以好好聊天，可以吗？开义，你到哪儿了啊？刚刚陈老师跟我说尤娜她呢，先别着急，我这正往学校拼命赶呢，先不跟你说了啊。队长，发现情况。陈老师，警察刚刚赶到。警察这么快？据说是自杀干预援助中心提前通知的警方。喂，你好，这里是自杀干预中心，我是工号82号。什么？我说，请您记住我的工号82号就可以了。你怎么知道我电话的？时间来不及了，我们长话短说。尤娜刚刚被劝下天台，现在正在前往奇才市的路上。
但我不确定他是否还有自杀冲动，或者他手上有没有拿到什么危险工具。您现在有办法帮他放一首他最喜欢的歌吗？我有多长时间？我到了。很好，我们保持安全就可以。为什么他们都不相信我？小哲不是我找人欺负的，东西也不是我偷的，他们为什么都不相信我？我想跳下去，证明给他们看是他们错。我非常明白你现在的心情，因为他们的不信任，所以你觉得你不被理解、不被尊重，对吗？这样好不好？我们呢玩一个游戏，我们给你的自杀冲动打1个分，0分是没有任何冲动，100分是完全不受自己控制。刚刚你在天台上想自杀的冲动是多少分呢？95分。那么这个冲动已经是非常强烈了。可即便是这样，你还是没有完全放弃想要生存的意愿。让你不愿意舍弃生命的这5分是什么呢？我想到了我爸爸妈妈，我想象不到他们看到我自杀会怎么样。这要是你稍等一下，我马上就过来。我有多长时间？8分钟，最多8分钟。想象一下，如果真的自杀以后，你知道你会是什么样子吗？而你的父母又会变成什么样呢？真正选择从高层跳下去的人，最后死后都会非常的恐怖。巨大的冲击力使我们的骨骼穿透肌肉还有皮肤，甚至连面目都很难分辨出来。来呀！干嘛了？快过来！靠太阳最近的地方，是不是叫天堂？哪里不用假装坚强，活得不慌不忙？有多少人跟我一样，还迷失在路上？向另一个国度眺望，想重新活一场。你想到了你的父母，你不想让他们因此感到悲伤，对吗？那此时此刻，如果再给你的自杀冲动打1个分数，现在是多少分呢？20分吧。我不想让我爸爸妈妈看到我自杀的样子。但是我还是很难过。我非常明白你的难过，我也希望可以更多的了解你，但请你相信，除了我之外，还有更多的人都想关心你。一会儿会有人敲门，门口来的是警察，不要担心，他们是来帮助你的。你能给他们开门吗？
开心你能给我打这通电话，这说明你还想跟别人进行情感交流。但是你的困惑、你的痛苦，我们可能很难在这一通电话里完全疗愈，这需要你线下进行更加全面和系统的心理咨询，可以吗？谢谢警察叔叔。希望你下次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第一个要学会保护自己。当我们遇到情绪不可控制的时候，我们做的第一步就是要觉察。当我们觉察了自己的情绪以后，可以尝试一个简单的方法，那就是数数，然后喊停。一、二、三、停。丁处长，您刚才提的几个问题，我们有请贺咨询师继续解答。王老师，丁处长，恕我直言，我们做项目的非常看重量化策略，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啊，我们都会比较谨慎。对，像我们 AI 智能项目，其实就是把非常繁杂专业的工作和知识量化成可视的数据。有了 AI 智能化的危机干预，就能够解决过分依赖个人能力的困境。这样呢，就能够将心理咨询服务进行全面的市场化。王老师，据我了解，现在中心人员流动性非常大，是事实吧？咨询行业缺的是人，心理咨询师才是核心价值。之所以流动性大，是因为存在资金缺口。贺咨询师，那么我想请问，一个干预中心10几号人，一通电话需要排队40分钟以上才能接通，那能够服务的对象是不是很有限呢？再者，我们计算机是算法科学，而人呢都会有主观臆断。你就这么有自信，人能比电脑更科学，能比电脑算得更准确吗？杨总，我不否认 AI 智能的策略分析有数据性支撑的优越性，可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正在危险边缘鲜活的生命。您就这么有信心，他们生命中的最后一通求助电话交给一个没血没肉的机器人来做咨询策略吗？这个情况，行了，都别这么紧张了啊！贺咨询师啊，我有点好奇啊，就是你最后提到的那个手术啊，真那么管用吗？认知神经学，我们人体右脑的前额皮质是引发欲望跟冲动的，然而我们左脑前额皮质与之相反，是可以控制情绪和欲望的。可当我们利用数数、增加提问逻辑、用特定的时间、打分等数理性的方式，这时可以增加我们左脑前额皮质的活跃性，从而唤起我们自身的自控力，还有理性思维。那学校呢？求助者在学校，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听到的。听到的。我回拨一下。啊。没有啊，哪儿有？杨总，并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靠算法解决的。杨总，心理学是一门兼顾自然科学属性和社会科学属性的学科。我希望您的人工智能可以像我们一样，除了可以掌握理论，还可以懂人心，说人话。你骂谁呢你？
这小丫头片子。哎，王老师，这个就是刚刚那位咨询师，全名叫赫顿。你看，旁边那位是他的导师姬教授。姬明松教授是我们心理学协会的理事长，也是我们心理学学术界的权威啊。你们做老师的，千万得注意学生的情绪。哎，是，您教育的是。卢娜，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第一步，自我觉察。他说，当人情绪失控的时候，察觉到情绪变化是控制自我的第一步。钱老师，我已经想好了，这周的广播作业就做这个，名字叫《失控自我》，怎么样？卢娜，你真的没事了？嗯，我想通了。就算康老师躲着我，我也不会怪他。他不是躲着你，他来找我代课，是因为他要忙着结婚的事儿。我知道。那你呢，秦老师？你相信我吗？尤娜，娜娜。哎，女儿。喂，阿姨，今天真是谢谢你。怎么样？学生家长为难你吗？我刚想说这事儿。尤娜她现在虽然情绪冷静了，但是医生说她的状态特别不好，需要做心理干预，而且她父母还说要去教育局投诉学校。啊？投诉啊？但是你只带了3天的课，跟你没关系。哎，学校说要休2天的假，你可以不用替我去了啊。那你怎么办？我需要写一份报告，然后向领导汇报这件事。行，那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再跟我说啊。哎呀，我去，怎么了？没事没事。哎，不用扒了，阿姨，我自己这样就可以。这苹果看上去好新鲜啊，比我上次买的还新鲜呢。那是吗？扫个码。阿姨，我手机没电了，我回家给您取个钱啊。没事的，我请张老师吃。张老师照顾我们家生意10几年，那寄个水果算什么？哦，这还有那个芒果。哎，张老师要是这种芒果了。谢谢阿姨，回头我让我妈给您送钱来。哎呀，说了别客气。哎，赫顿。哎，你妈上午让我留的肉还要不要了？我不知道啊，她上午让您留肉了。对呀，你妈一大早给我打电话让我留的，很多人问我都没卖。她可能睡着了，回去看看。哎，糊涂，把这肉带回去吧。谢谢啊。哎，没事。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事没事。啊，谢谢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关系没关系。不好意思。你吓死我了妈！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睡觉的时候别戴耳机，到时候你都耳背了。听到我说话了吗？别戴耳机睡觉。妈。张老师照顾我们家生意10几年。他一大早给我打电话让我留的，谢谢叔叔。太恶心。张老师，你女儿回来了，你走快点。张老师，你女儿回来了，你搞快点。
妈怎么了？我一回来，他满脑袋都是血，都怪那个小陈非要跟我约会。他要不跟我约会的话，我就可以早点回家了。我要早点回家的话，我妈肯定就没事儿。我不管，我不管，我现在要去跟那个小陈说分手，都是他害的我妈。哦，等等，不要委屈了小陈，把你男朋友带回来，妈妈帮你看看。赵女士，大中午忙坏了吧？王阿姨塞给我的芒果，你明明已经买了，鱼缸里现在还冒着气泡，说明水是半个小时之内换的，而且非常着急。而这个时候，你的同伴告诉你，我要回来了。赵女士，这已经是你第3次装死了，一点儿也不好玩。哎呀，赵女士还生气呢？我都没生气，刚才你往那儿一躺，吓死我了，好吗？我当然会生气了，你总是骗我。行，以后我不骗你了，好吧？我争取今年给你找一个高富帅女婿回来啊！真的？真的？不骗我？不骗你，不骗你啊！来，一起吃蛋糕喽，小气鬼！你更小气。赵女士做中间啊，寿星坐中间。我许愿了啊。明白。我希望我今年的生日愿望是，如果我妈少喝点酒的话，我今年就给她带一个高富帅女婿回来。哎呦，坏蛋，哪有许愿还是带条件的？不过妈妈这样也很高兴。我们的静静长大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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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我们一起吹蜡烛好不好？来，3、2、1，吹啊！3、2、1。讨厌。谢谢妈妈。谢谢君君。不要走的，俊姐，陪妈妈坐一会儿。
小艾，贺顿呢？王老师，贺顿姐刚刚出去了。出去了。师傅，麻烦去一下海鲜市场。王老师，贺顿，你去哪了？我有急事儿，我得出去一趟。老杨给我使绊子，好在你表现不错，领导和投资商都对你赞赏有加。中午大姐啊，一起吃个会议餐，快回来。王老师，对不起啊，我真的去不了了，你们去吧。小艾说你接了个电话，是不是张烨那个案例啊？贺顿，别怪我没提醒你啊，那个咨询者已对你产生了强烈的移情，你这时候过去想过后果吗？小朋友，你是不是打错电话了？小朋友，你先别着急，你可以告诉阿姨你叫什么吗？你妈妈又叫什么呢？老板，您这儿是罗记烟粉店吗？是啊。您有没有看到一个6岁左右的男孩啊？6岁左右，你看那个是不是？我说什么来着？他肯定会来，大家都别走，都来看看。还有你们，别装傻。得，一人100，转给我。说话呀。乐乐呢？什么乐乐？你是说刚才电话里那小孩是吧？怎么了？你跟他认识吗？你是倩倩吧？麻烦你。你是张燕的女儿。来，都给我拍近点。这是咱们今天直播的主角，著名的大心理咨询师贺顿。哟，还大厉害呀！我天哪！就是他，活生生的拆散了一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你知不知道诽谤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诽谤。自从我妈去找了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要跟我爸提离婚。心理咨询师，我呸！拆散家庭专业户吧。如果你弟弟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贺顿，你好意思啊？就是他让妈妈不要我们。你也太过分了！阿姨，你别让我妈妈不要我。阿姨，求求你了，求求你了，别让妈妈不要我，好不好？别碰我弟弟！没错，是我建议的。太好意思，建议。凭什么？凭什么拆散我们家？知道你对我和我弟造成多大的伤害吗？让一下，别拍了。后面小胡总。贺顿，你会遭报应的。真的想清楚了吗？我想清楚了，我得了肺癌，第4期。我跟我老公商量好了，就跟孩子们说，爸爸妈妈离婚了。
他们跟爸爸。何老师，麻烦你，我走了以后，帮我的孩子度过难关。就是他让妈妈不要我们。麻烦你了。王老师，我私自跑去接触求助者，还暴露了资访关系，违反了保密原则，我不应该再待下去了。何顿，你一定要守好你的边界。你还好吗？没事。你说那姑娘把你害这么惨，你还来这为她妈妈祈福，她要是知道真相以后，会不会心理崩溃，悔不当初啊？她要真知道真相的话，也就不会这么做了。也是。但是你真就把工作辞了，这事儿也不是你的错，更何况姬教授都帮你说话了，没事的。我想好了，犯了错就要站定挨打。但是王老师不是也说了吗？愿意给你重新开始的机会。这件事情影响太大了，我不想把姬教授牵扯进来。行，只要你愿意，我怎么都支持你。大不了从头再来，东山再起呗。怎么从头再来啊？怎么东山再起啊？从哪儿再来啊？亲爱的，你现在可有点丧，你知道吗？我给你支一招，保证让你改变现状。什么招啊？从多巴胺大餐开始，吃完能让你的脸上长笑容。什么多巴胺大餐啊？今天那个微温君酒吧给我发消息说，全场女士1折。1折？那相当于白吃白喝啊！不要白不要啊！还等什么？走啊，走啊，走！你好，云开心理援助中心，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哎，你好，之前有一个工号82的咨询师啊，帮助了我一个学生，我有一些事情呢，想要咨询他一下，您可以帮我转接一下吗？好，请稍等。好。很抱歉，您咨询的82号工作人员已经离职了。离职？为什么？这个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哦。哎，那您可以帮我线下联系到他吗？很抱歉，我们所有工作人员的身份信息是严格保密的。如果你有求助需求的话，可以继续电话联系我们。谢谢啊。大家好，大家好，走，这个走，这。什么东西啊？心理专家的资料，资质都有保障，随便选一个。我的节目里就没有随便这个选项。那你还敢跟台长打赌？1个星期你去哪儿找？
我觉得你不如随便先选一个，不行再换，卡在这算什么？行，我一会儿打过去随便聊聊。只能帮你到这儿了，这不是选女朋友，赶紧啊！谢谢姐。让一下，让一下，小哲，让一下，让一下，小哲，小哲，怎么了？走狗，快去看看你的西装外套。